花东集体鬼压床事件。我是阿志，2012年夏天，在花东某新兵训练中心服替代役。当时我们那一梯大概有600多人，分成5个中队。我被编到第3中队第7班，住在一栋2层楼的老旧营舍中。这栋营舍是一栋早年日治时期新建的军事设施，据说当年是弹药仓库，专门存放火药、子弹与炸药等重要军备。1945年，美军进行对台大规模空袭，这里曾遭受轰炸，一整片山坡坍塌，弹药库深埋于土石之下。虽然战后这区域重新整建为训练中心，但仍有不少人传闻的底下可能还有未寻获的日军遗骸。听说在营区建设初期，施工单位曾在挖基底时挖出过锈蚀的钢盔与破碎的军靴，但那段记录被一笔带过，施工仍照常进行。这些故事流传至今，成为上兵学场口中的禁忌话题。他们总会说，晚上走厕所，记得不要往后看。有一次我们班正在整理寝室时，一位留守在营区等待新梯次报到的上兵学长悄悄对我们说，他待在营区的那段空档，曾在凌晨3点听到走廊尽头的厕所里有水龙头滴水声，一开始以为是管线问题，但仔细一听，竟然像是有人在洗手。他起身查看，却发现厕所灯没开，声音却清清楚楚。他胆子不小，走近后打开电灯，里头空无一人，连地板都是干的。他正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忽然听见背后有沉重的呼吸声，像是有人靠得极近。他全身寒毛直竖，但硬着头皮没有回头，只是快步走回寝室。隔天他跟同样留守的另一位学长提起这件事，对方脸色铁青地说，你也遇到了，我前几天在营舍后面的储藏室拿东西，回来的时候发现走廊尽头有个穿着旧军服的人影，站得笔直，好像在等人点名，但我知道那里根本没人住。训练的前几天还算平顺，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体能训练、操课、打靶，教照流程，按表操课。作为替代役，我们不需接受太严格的野战训练，但精神压力一点都不小。我住的第7班宿舍是8人一间的上下铺寝室，空气闷热，木头地板踩起来会咯咯作响。白天都没什么问题，到了晚上总觉得特别安静。夜深人静时，偶尔能听见天花板传来砰砰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穿着军靴踱步。起初我以为是老鼠，后来其他班也开始在聊天时说，你们寝室半夜会不会听到那种点名声？有人附和，我有一次半夜起床小便，听到外面有很远的点名口令，以列横队，报数，然后好像还有人喊1、2、3。我们笑说是不是旁边单位在夜训，但花东替代役中心可没在深夜搞什么行军训练。说穿了，是大家心里都有点毛。事情发生在第10天晚上。那天晚上熄灯后约莫11点半，我还醒着，在被窝里想着家里女友寄来的明信片。正当我迷迷糊糊要睡着时，胸口突然一沉，我以为是梦，却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得，全身像是被钉住，四肢麻痹，喉咙紧闭，连呼吸都变得吃力。最诡异的是，我明明睁着眼，却看见天花板有一团黑雾，慢慢往我脸上靠近。那不是幻觉，那是真真切切的压迫感，像有人用布把我整个头罩住。我想喊，却发不出声。就在我快要昏过去前，我听见耳边传来低沉的语言，像是日语，又像是某种古老口音的台语，号、长、报数。突然间，整个寝室炸开了。隔壁床的阿元猛地坐起来大喊，不要压我，走开，救命啊！床尾的阿泽则整个人从上铺摔下来，在地上打滚哭喊，是谁拉我脚？我不要死！几乎同时，我脱离了那种压力状态，坐起来猛喘气，满身是汗。灯管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像是电流不稳，寝室整体陷入一种诡异的蓝白色闪烁光线中。墙角那盏红色紧急出口灯突然间熄灭，四周变得更加幽暗。
一股浓重的火药味和湿土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不远处的阿宗缩成一团，嘴里喃喃念着别炸我，别炸我，像是躲避什么空袭。他用被子蒙住头，整个人躲在床角，不断颤抖。有人大喊快趴下。有敌机，那声音尖锐又沙哑，让人分不清到底是谁喊的。更可怕的是，寝室的门被风砰的一声拍上，窗户玻璃也在震动，一瞬间仿佛整栋建筑都沉入另一个时空。那时候整间寝室至少有6个人遭遇类似情况。当时班长原本正待在干部的休息室里，和其他小队长们讨论着隔天的课程安排，包括战绩操作、卫生教育与靶场秩序，同时点名几位需要特别注意的学员名单，也正在安排夜间巡逻的人员轮值表。忽然间，寝室区传来一阵惊慌失措的吵闹声，他立刻放下手中的白板笔冲出来，穿过走廊奔向我们的寝室。班长冲进寝室，发生什么事？一进门内看到一堆人脸色惨白，有的哭，有的吐，有的嘴唇发紫。他一脸困惑地安抚大家，冷静，冷静点。他一边快速拨号，一边向电话那头急促地说，报告执行官，这边第7班寝室出状况了。多名学员惊醒，情绪失控，有疑似精神压力或是集体梦魇的情形，不像单一事件，至少6人以上。接着转播副排长，排长，对，我是小队长。刚刚第7班整间寝室发生集体惊叫，有人跌落床铺，有人狂喊救命。是的，可能跟之前的那个寝室有关，麻烦您马上过来一趟。副排长进来后也是一脸怀疑，听完大家描述，脸色变得凝重。他低声跟班长说，不会又是那个寝室吧？我听到了心里更凉。几位干部连夜打电话给辅导场与医务所值班军医。医官来了之后检查所有人身体状况，除了精神紧绷，没有实质外伤，但医官悄悄对班长说，这不是生理问题，我建议明天送2名严重者回市区的精神科门诊评估。那2名情况最严重的同梯，当晚就被干部分别安置在辅导室与器材室内隔离，由3名干部轮流值班看守，防止他们夜里情绪再度失控或发生自伤行为。隔离时，其中1人神情呆滞，一整晚双眼睁着不曾合上，嘴里低声重复着报数报数1、2、3。另1人则一度失控，想冲出房门，嘴里喊着快躲啊，炮弹要来了。干部们轮番陪坐，一边通宵观察，一边紧急调派辅导场与专业军医前来支援。那晚谁也不敢松懈，直到天亮。辅导场到场后没多说，只从制服口内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几张泛黄的符纸，边走进寝室边观察四周，仿佛对这种场景早已见怪不怪。他眉头微皱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语音低沉难辨，像是在念经文或某种法号。他走到寝室四角，一一贴上符纸，最后在中央位置点燃了一支香，在烟雾飘散间轻轻说了声，你们只是路过，别干扰他们。动作完成后，才对我们说，今晚别回房，集中到礼堂睡觉，天亮再说。那晚剩下的时间，我们全被集中到礼堂里睡，一个也不敢回寝室。大伙坐在铺满折叠床垫的地板上，有些人还惊魂未定，不停颤抖地吸气。有人低声说，我刚刚看到走廊尽头有人影一闪，好像穿军服，整个脸黑漆漆的，完全看不清。另一人则抖着声音补充，我压床的时候，好像听到耳边有人一直重复预备报数，声音近得像在我耳朵里。阿泽则苦笑着说，我摔下床前，真的感觉有手从床底抓住我的脚踝，我以为是谁在恶作剧，可是真的没人。整个礼堂弥漫着浓浓的不安与低语声，没人敢大声说话，也没人敢闭上。几天后，副排长请干部拿了收音机。他一向不信这些鬼神之说，私底下甚至跟其他干部说，这群新兵可能是在演戏，搞不好是想博同情，装病早退。他打算以录音搜证，找出破绽。那晚，
他交代干部将收音机悄悄藏在寝室书柜后方，在熄灯后自动录音，观察是否能录下异常声响。他语气带着怀疑与不屑，说若真有问题，就能听见那群人是不是在演戏。在晚上寝室关灯后偷偷录音，想看看会不会有异常。第一晚没录到什么，第二晚录到一段沙沙沙的声音后，竟然出现模糊的男声，立正预备。那是旧日军的点名口令。录音当晚无人喊话，无人经过，但声音清楚存在。录音带送到上面后就没再回来。传闻说，上头的长官在听完录音后脸色大变，马上吩咐保密，并要求收音机与录音带不得再带回训练营。有人私下透露，那位长官当年曾在这营区服役，对此地过去的传说略有耳闻，知道当年日军弹药库被炸时许多人当场丧命，遗骨混入山土之中。为了安抚士气与避免恐慌，他选择不对下属多做解释，只低声说了句那个地方不要再去碰它。这枚名牌被交给了营区档案室存查。后来，一位对军事史极有兴趣的干部联络了当地的文史工作者，希望能从历史档案中找出名牌所属的日军身份。他们翻阅了当年日军派驻名单，并透过日本彝族会以及外交单位试图联系上这位士兵的后代。尽管困难重重，最终还是查到了一位可能的孙子，现居于日本九州的长崎。那位男子收到来信时情绪激动，回信表示其祖父于1944年夏季被派往台湾，从此音讯全无，家族一直无法确认他的去向与遗骨所在地。在军方、地方政府与日方共同协调下，遗物与部分遗骸在寄遗后交由家属领回，安葬于故乡。我与那晚发生鬼压床的同梯，在结训后一一被调离，不再回到原寝室。有2人选择退训返家，一人半年后自述仍会梦到整齐列队的士兵在黑暗中点名的梦。那个寝室后来变成储藏室，没人再进驻。有时我会想，当年那些来不及离开地底的士兵，是不是仍留在这片山坡里，等待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整队点名？夜里，如果你刚好住在那附近，请记得听到报数声，不要回头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。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